镜双城终于开分了，很多人都说这个3.8简直就是众望所归呀。但让人想不明白的是，李易峰明明都已经转型成功了，拍出了《动物世界》《隐秘而伟大》这样的好作品了，怎么就想不开又拐到无脑古偶剧里了？真的大哥，你清醒一点啊！作为顶流，咱下次好好挑剧本可以吗？别再演这种烂剧了，只会白白消耗自己的演技和名气，既不叫好，也不叫座，就说图啥呢？虽然粉丝们极力维护李易峰，表示剧不烂，即使烂也是编剧和导演的锅，还把镜双城评分3.8合理吗的话题刷了出来，但有眼睛的观众都知道，镜双城它真的就是个烂剧，对不起鹅厂 S 家的制作。Hello， 宝宝们，咱们又见面了。镜双城开分3.8，大家应该都知道了吧？这个成绩真的在观众的意料之内。毕竟这部剧从上线起就被各大视频吐槽了个遍，即使没看过剧的人也都知道它是个烂片。这次的重点是豆瓣给出的3.8分，在很多粉丝看来着实过低了，甚至有故意黑的嫌疑。毕竟国产烂剧那么多，杨幂和陈伟霆的《狐珠夫人》豆瓣还有10万多人打出4.9的评分，周冬雨、徐凯的《千古绝尘》尽管播出后俩人就被嘲上天，男主徐凯还被调侃为胖头鱼，可豆瓣评分依旧有5.2分的成绩。再例如迪丽热巴、吴磊主演的《长歌行》，这部漫画中穿插电视剧的作品也有5.8分的成绩。相比之下，李易峰、陈钰琪主演的《镜双城》，鹅厂一系列大投资的 S 级 S 加的项目，豆瓣2万6千余人打分，只给出了3.8的成绩，就真的太过难看了。即使大家都知道现在国产古偶剧烂片泛滥，但这个分数也依然低出了新高度。当然也有比它更低的，那就是鞠婧祎、曾舜晞的《迦南传》。凭借2位主演，一个古装扮永久，一个表情演完全剧，外加极度敷衍、极度套路的无脑狗血剧情，成功获得了豆瓣3.7的评分。但这两者并没有什么可比性，毕竟一个是 S 加的重点项目，一个是 A 级 B 级的寒酸小体量古偶剧。至于恶评，小编想说不太可能。首先，镜双城是在开播20多天后才开分的，这足以说明豆瓣官网应该已经处理掉了某些恶评。毕竟前段时间被官媒批评的事，豆瓣还不敢忘记。就像很多人说的，豆瓣可能会冤枉好剧，但绝对不会放过烂剧。其次，流量演员主演的作品确实在豆瓣上会被打低分，但黑粉数量毕竟远远低于路人观众。比如王一博主演的《风起洛阳》依然能拿下7.0的开分，比如赵丽颖主演的《谁是凶手》开分7.1等，且这2部还曾是被官媒点名的控评作品。镜双城的开分之所以只有3.8，虽然不排除有被恶意打低分的现象，但是剧集本身质量低是主因。同样是李易峰主演的剧《隐秘而伟大》，豆瓣开分高达8.4，镜双城却只有3.8，难道还不够说明问题吗？但很多粉丝却接受不了这个低分，依然坚持都是黑粉恶评的，表示李易峰的苏魔诠释得非常好。剧情方面在后面逐渐展开后就变得很明朗了，完全不是网上说的剧情狗血、无聊、乱糟糟。还说无论其他人怎么说，至少自己是一集不落的看完了，还没有快进。也有些粉丝表示，镜双城获得3.8分，主要是因为女主陈钰琪演技太过拉胯，完全就是个木头美人，和李易峰没有一点 CP 感。以及一些狂热粉更是拼命安利、疯狂营销、闭眼尬吹，同时剧方也花钱买了不少的热搜，企图挽救下收视率。但说实话，镜双城它就是烂片，只是它的烂也不应该让李易峰自己一个人背，毕竟演员、导演、编剧、制片都有责任。可似乎因为李易峰是个大流量，所以目前绝大多数的炮火都对准了他。就小编个人来看，镜双城的主要问题有这几点。第一点，故事叙事能力不到位，剧情魔改。镜双城开头用话外音来叙述前因后果，相当庞大的设定，人物角色关系又多又乱，普通观众看完开头可能一头雾水。既然镜双城不是一部烧脑悬疑大作，那么就有必要做到顺畅好理解，否则那不叫故事烧脑，而叫叙事能力弱，讲不好故事。可以说这部剧的剧情就是它最大的硬伤，不仅和原著相差甚远，一些情节还前后矛盾，很难自圆其说。男女主莫名其妙的相遇，莫名其妙的相爱，很难理清他们相爱的动机。剧中的其他人物全部沦为工具人，只是为了衬托男女主角而存在，经常做一些有悖常理的事情，时刻都在考验着观众的智商。
原著更着重强调家国情怀，而不局限于男女之爱。即便是小人物都肩负着建设家国的使命，更不必说男女主，可以说在设定上还是蛮有看点的。但剧版却将男女主都塑造成无脑傻白甜，将为自由挣脱枷锁的勇敢描绘成为爱情而奋不顾身，真心守护的子民反各为仇人，毫无前因后果，看完不知所云。还有原著中男女主的立场有着天然的巨大矛盾，这也是造成虐恋的主要原因之一。但经过剧版的魔改，这个最有看点的矛盾冲突变成了小打小闹的别扭。这样的话，虐恋它本身就不存在了呀，观众也理解不了男女主因何而虐，主线故事彻底崩塌。第二点，男女主演技差，感情线不吸引人。剧中男女主一言不合就偶遇，频繁上演英雄救美或者美救英雄，真的非常老套。男主女主男二的感情纠葛也太过普通。不过更关键的是，李易峰和陈馀琪在剧里作为男女主，演技真的槽点满满，表情僵硬不说，眼神几乎全程没变，用呆若木鸡来形容也不为过。原著中的苏魔是个深不可测、背负国恨家仇的角色，而李易峰却不具备男主应有的清冷之感，古装扮相也与原著中消瘦心肠的形象格格不入，略显发福的脸更是怎么看都出戏。明明最应该考虑的是建国立业，却总是上演着英雄救美，格局瞬间就变小了许多。女主陈馀琪则被观众吐槽面无表情，根本看不出情绪变化。特别是在与苏魔100年后相遇的时候，四目相对，只是干瞪着彼此，让人完全感觉不到一点点重聚后的激动复杂的爱意，表情平淡的仿佛两人刚分开了5分钟。请问这让观众怎么有代入感？第三点，男女主缺乏 CP 感。镜双城毕竟是偶像剧，纵使剧情弱，故事混乱，如果男女主的 CP 好磕，或许还能够有一线生机。但目前为止，戏里李易峰和陈馀琪的 CP 感也显得略为生硬刻意。作为大古偶女主角，陈馀琪的颜值自然足够好看，但并不惊艳。演倾国倾城的大美人时总是缺乏说服力，而且造型实在是太雷同了，简直就是另一版本的鞠婧祎，哪怕和之前作品里的角色混剪在一起都毫无违和感。很多时候观众听着配音情感饱满的台词，再一看演员木然的演技，都快产生精神分裂了。强烈建议这部剧变成一部广播剧。第4点，剧方复演不走心，这应该是镜双城最大的问题。小编觉得剧方应该被拉出来刻在耻辱柱上，看看你们拍出来的是什么玩意儿，尤其是服化道和特效，肉眼可见的不走心廉价。男女主的同款粗制滥造的发型，毛躁的像是没有打理过，场景布置复制粘贴影楼风，特效最多只值1毛钱，就这还是 S 家的重点项目，完全不晓得剧组把经费都用到哪里了。所以总的来说，镜双城确实值得3.8的低分，但李易峰不应该成为最大的槽点，剧方应该为此负责。而且粉丝们真的要理性一点，千万不要无脑洗地。这次演技不好就是不好，承认没什么，下次拿出好作品就行了。一味的疯狂追捧、完美化李易峰，只会加剧路人对于李易峰的恶感，只会让人觉得剧不好看就是因为李易峰。这样的话，粉丝们不仅帮不了李易峰，反而变相的抹黑了他，得不偿失。最后，小编想说，李易峰你真的要清醒一点，好好挑剧本呀！想成为一位好演员不容易，千万不要因为烂片而自毁口碑呀！好了，本期内容就分享到这里了。大家认为镜双城3.8分合理吗？感兴趣的小伙伴可以来评论区一起留言讨论下。喜欢本期内容的小伙伴别忘了点击关注，咱们下期再见哦。